前几天做了一次常規的德國找工作諮詢，在諮詢最後呢，就跟諮詢者聊聊人生規劃的事兒，就是我的一些經驗，以及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該怎麼做。然後那天挺晚的了，他給我發了條信息，我第二天早上才看到。他問我的這些素養是否能後天養成。我回完他之後，就其實一直在想，我做事兒的積極性到底來自哪兒？我可以肯定的是，我肯定不是天生這樣的。如果我讀中學的時候就很有動力，我肯定不至於後來考大學考了一個2本。但是最近幾年，我確實從我內心能感受到非常大的自驅力。其實我並沒有什麼特別宏大的人生目標，我也已經遠離校園很久了，沒有什麼考學考證的壓力。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就我每天早上起來都感覺動力滿滿，非常有幹勁兒。我就是很想知道這背後的原理是什麼，因為我只有明白了這個道理，我才能更好的去幫助別人。所以我就仔細思考了動力來源的背後到底是什麼，真的是非常認真的去拆解。我總結了一下，首先是70%的好奇心，就是我特別想知道我怎么之後是什麼樣子。就比如我之前分享過，我曾经特別討厭甚至恐懼跑步，但是去年我可以連續跑10公里了。當然這個10公里對於很多人來說真的不算什麼，但是我是一個曾經連800米跑都很費勁的人，能連續跑10公里真的對於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成就。那我的動力来源如果往回倒的話，就是一步一步怎麼達成這個10公里的。這所有的動力來源就是我很想知道我跑成10公里之後會是什麼樣的，我的身體會有什麼不同嗎？我會感受到什麼？我的世界會發生什麼變化嗎？這些在我不能跑10公里的时候都是未知的。還有就是我現在真的是在高密度的學習德語，我每天都在寫德語日記。我今天就很想做到可以用德語非常從容流暢的表達自己。我很大的動力就是因為我很想知道一個能款款而談德語的自己是個什麼樣子。我從來沒有體驗過，我太好奇了。OK， 這個大概是佔70%，就是好奇心。剩下的30%就是成就感，就是我做成的所有大事兒小事兒一點點積累而來的。比如可能帶給我最大成就感的事兒就是我可以在德國2年畢業，拿到學位，然後績點還不錯，一步一步的在德國扎根下來。小的带给我成就感的事兒，就比如說我想健康作息、健康飲食，我就可以做到。或者再小一點，比如說我新學了一個單詞，然後我在某一天、某個時刻、某個場合正確的運用了這個單詞，表達出了我想表達出的意思。不是說我每件我想做成的事兒我都能做到，但是我的潛意識裡會更多的記住這些我做成的事兒。就是這些大事兒小事兒積累起來，給了我信心。以前看村上春樹的書，他在寫他完成了100公里超級馬拉松之後的感受。他說，雖然沒有什麼大不了，稱不上自豪，還是有一種類似成就感的東西，像偶然想起來似的湧上心頭。這是一種個人喜悅，自己體內仍有那種力量，能主動的迎擊風險，並且戰勝它。這種安心感也許比喜悅更為強烈。這段話就非常恰當的描述了這種感受，是融合了成就感、安心感、掌控感的一種自身力量。這種力量會在下一次我想開始做什麼事兒的時候告訴我可以做到，也會在我遇到挫折的時候給我信心，告訴我不要着急，困難總會被解決或者被時間稀釋。很多人會以為那些在生活裡充滿能量的人一定是一帆風順的，但其實真的不是，絕大部分人都會在生活裡遇到大大小小各種困難。但是呢，人活一個主觀，就看你怎麼看待困难。就回到我刚才說的那種自身力量，這種力量不是從別人那兒獲取的，也不是別人施加的，是自己為自己創造的。這個呢，就是我的第2個能量來源。但其實到這兒我還是沒有完全明白，為什麼有的人會有這種相對積極的思考模式，有的人則不然。就好像是我剛才說的70%的好奇心，30%的成就感，加起來已經100%了，但是好像是你把它扩起来，前邊還要有一個係數。如果是乘以1，動力全部生效；如果是乘以0，一切歸零。到底是什麼決定了前面是乘以1還是乘以0？直到我前2天看完了一本書叫《最強身心》，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些底層邏輯。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日本人，他在斯坦福大學的運動醫學中心擔任首席運動防護教練，所以他的服務對象呢是那些既要完成繁重的斯坦福的學業，又要兼顧這個賽場表現的學生運動員。
這本書呢，就從動力腦科学的角度解釋了一件事兒：真正決定你能不能行动的，不是你想不想，而是你体内的激素状态。主导战斗模式的多巴胺和主导休息模式的血清素，如果这两者失衡，那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又想躺平又焦虑的状态。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动力不是心理层面或者说凭空产生的，其實更多的是體內激素導致的，而這個激素呢，是完全可以通過日常習慣來調節的。這本書就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呼吸、睡眠、飲食。比如我摘錄一些對於我來說比較有啟發的點。第一個呢，就是跟呼吸有關，腹部用力4秒吸氣，6秒全部呼出，每天做1次，每次5分鐘，就可以有效提高迷走神經張力，讓身心真正安靜下來。在夜晚調整光線到低角度，可以模擬夕陽黃昏時的光照強度，比如只開台燈，不要開頂燈，這樣可以促進褪黑素分泌，提高睡眠質量。每餐都要攝取魚、肉、蛋、豆類蛋白質中的至少1種，盡量不重複。每一餐先吃膳食纖維，然後吃蛋白質和脂肪，再吃碳水。只要在每頓飯剛開始的時候這樣吃就行，後面不按順序也沒關係。除了激素呢，另一個關於動力的決定性因素就是擁有成長性思維，而不是固定思維。固定型思維者相信能力是固定的，所以他們害怕挑戰，回避失敗，把自我價值綁定在一次次評價上。成長性思維者相信能力是可以被訓練出來的，所以他們願意嘗試，允許出錯，把每一次經歷都當作向前走的一步。所以回到最開始的問題，積極生活的動力從哪兒來？真的不是雞湯，也不是少數人的天賦。對於我來說呢，就是首先有一種 open 的態度，帶着一點點好奇心，先往前走一步，看看會發生什麼。合理作息，健康飲食，把身體也當成一個可靠的後盾，剩下的呢就 let it be。今天呢就先分享這些吧，如果你有什麼感想或者 whatever 想說的，歡迎在評論區交流，下個視頻見。